神仙姐姐。白三三轻抚了一下袖子，小男孩顿时被一股力量轻轻地推到了另外一边的人群里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我的小宝。那就是白家三小姐。白家三小姐不是个傻子吗？可刚刚是白三小姐救了人吗？孽畜，竟敢入城伤人！巨鸟一阵愤怒的啸叫，扑闪着巨大的翅膀，狂风骤起，山的周围一片狼藉。他通红着眼睛，瞬间朝三三扑了过去。区三节魔兽，哼！哎，他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远的地面，感受到周围呼呼刮过的冷风。我飞起来了！三三看着越来越远的上京城，高空之上风景也还不错，难得有如此好的视野，他自己已经很久没有飞这么高过了。他也便不动了，任由巨鸟叼着他飞向了远方。飞走也好，等下把他宰了也方便，不会引起麻烦。巨鸟飞得离京都越来越远。天哪，那只怪物把白家三小姐抓走了！哎呀，怎么得了啊？该不会被那怪物抓去当点心了吧？快去找战王殿下，就说白丞相家的三小姐被怪物抓走了。快，那只提血巫在那边，只要抓到了提血巫，咱们就能去天启城领赏了。咱们从迷雾森林追他到这里，总不能什么都捞不着，这次非把他抓到不可。两人相视了一眼，便继续朝着提血巫飞去的方向追了过去。白三三被叼进了一座山岭中，一进去，提血巫便将他扔到了地上。提血巫厉笑了一声，张开嘴就朝着白三三啄了过来。而就在他想要吃掉三三的时候，三三手里忽然出现了一把匕首，瞳孔波澜不惊，淡淡的看着眼前扑过来想要吃掉他的大鸟。上京，殿下，不好了，三小姐在东南街被一只巨鸟抓走了。你说什么？三小姐被巨鸟抓走了，如今已经不见踪影，不知巨鸟带着三小姐去了什么地方。现在皇城守卫军已经开始四处寻找，但目前还没有三小姐准确所在的位置消息。白小三儿怎么会被巨鸟抓走？萧杰闻言面色冷沉，二话不说直接跨过安中，快步走出了太和殿，旋即身子一动，眨眼便消失在了大殿门口。在远远距离上京之外的山林里，而小魂正在吞噬那只剩下的鸟尸。小魂真方便，想吃大家伙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变大，而自己烤个大鸟翅都有点费劲儿呢。若是小月在便好了。翅膀是鸟类活动最多的地方，肌肉发达，口感好。小魂打了个饱嗝之后，舒服的在地上滚来滚去。就在此时，两道人影也忽然从天上落下了地面。大哥，这是提血巫的羽毛。这果真是提血巫的羽毛？怎么会这样？莫非提血巫死了？小丫头，你是什么人？那只鸟呢？死了。那是提血巫的翅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臭丫头，快说，提血巫是怎么死的？当然是被我宰了呀！死丫头，休得胡言乱语，还不快如实交代，到底是谁杀死了提血巫？尸体的内丹呢？好吵！臭丫头，你到底说不说？不说就别怪我们欺负小孩子。味道也还不错，若是有孜然和辣椒粉就更好了，下回让小月随身带上一些在身上。臭丫头找死！大哥，等等！看到地上骤然变成了干尸的大哥，另外一个男人吓得立刻往后退了好几步。他只看到那只小黑猫忽然窜了出来，紧接着就是一团黑雾笼罩向了大哥。当黑雾消失的时候，地上就只剩下了一具干尸了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小魂舔着嘴，小短腿踩在那已经变成了干尸的修行者身上，凶恶地盯着他。是魂兽。你们刚刚骂我？不是我，是他说的。白三三抬起掌心，地上倒下的一棵树便拾在了他的手中，旋即两只手抱住了那只巨木一头。男人愣住了，他那么小不点点一只，可被他抱在手中的那棵树足足有他一个人那么粗，他到底是怎么拿到手里的？在他愣神的片刻，白三三的手猛地一挥，直接用那棵树把那男人打了出去。不知道会不会死。不知道会不会死。他以前在现代也是打过高尔夫的，就是技术不是很好。小魂也歪了歪头看着那边，然后也跟着呜呜呜的叫了几声，像是在控诉三三浪费粮食不给他吃。不可吃太多，会拉肚子。我不会。走吧。旋即脚尖一点，便朝着某个方向飞了出去。上京是哪边呢？好像是这边。而三三不知道的是，此时他所飞的方向正是跟上京相反的方向，并且也是他之前所感应到快有东西出世冒出紫光的方向。而在白三三飞离那座山脉之后不久，
萧杰便已经赶到了。他看着地上一片的狼藉以及一具已经被野兽分食的差不多的尸块，皱紧了眉。是噬魂兽，33一定是被那只铁血巫带到了这个地方，而33和噬魂兽还和这个死掉的男人发生过打斗，但现在那只铁血巫已经死了。可是33呢？会在这里烤肉，而且烤的还是铁血巫的翅膀的人，除了33不会有别人。也就是说，铁血巫很可能是被33和小魂杀死的，并且33把铁血巫的翅膀给烤了，这说明33应该没事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担心丫头会不会被人给掳走了。好像迷路了。小魂也从他身体里跑出来，蹲在他头顶四处看看。好熟悉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他转眸看向了另外一边，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迈着步子缓缓走了过去。似乎是感觉到有人走近，浑身是血的少年缓缓地抬起了头。当模糊的眼里映进那张如精灵般的小脸时，一瞬间他还以为自己到了天堂，看到了仙女。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但忽然脑袋一重，眼前一黑，整个人便失去了意识。他是被小魂给踩晕的。看着小魂跟小狗似的对自己摇了下尾巴，33便知道他想做什么。不可！小魂失望的呜呜两声，然后飞进了33的身体中。醒了。小天，这女娃娃好像不是普通人。这个人身上似乎有魂体。小妹妹，是你救了我，谢谢你，真好看啊。他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，但身上伤势太重，刚站起身就差点摔下去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复原丹。附近刚好有几种药草，昨晚他便尝试用灵力制丹，这是最简单的丹药，所以他才能够不用炼丹炉和真火就可以炼制。小天，这是通过灵力炼制的丹药，虽然药效不足，可刚好能够帮助你愈合伤口。可是她一个几岁的女娃娃，怎么会有用灵力炼制的丹药呢？而且据我所知，用灵力炼制丹药的人迄今为止已经没有了，这可是要对灵力控制的十分纯熟，并且要拥有火灵根的强者才能够办得到的。你的身体里有魂体。他怎么知道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魂体在别人的身体里也不关他的事儿，他只是随便问一下。叶天虽然觉得震惊，可对眼前这个小姑娘却根本生不起戒心来。多谢姑娘。在看到她的那双眼睛的时候，微平了下眉。这个人的眼睛有好强的斗志和变强的欲望。加油！33缓缓吐出2个字，说完便飞身进了前方的一片山林。叶天在原地愣了一阵儿，方才那小女孩说出的那2个字让他几乎有种错觉，还以为回到了自己以前所在的世界。此女不简单，年纪小小怎么会有这样的本事，竟能以灵力炼丹，又能看出我的存在。你要小心，我怀疑这个女娃娃身上恐怕有什么东西，而那种东西很危险。不管她是什么人，是她救了我。好浓的灵气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落在了33旁边的一棵树上。谁家的孩子？此处十分危险，你还不快快找你家大人去。白33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小丫头，还不快去找你家大人去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如今岐山外围有不少高手虎视眈眈，很快这里就会爆发一场腥风血雨。这个小丫头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难道是那些家族中的人带出来的？见那丫头并没有理他，他忽地往白33飞了过去，想把他带走。33忽然广袖一拂，打散了云惊风手上的力道。这小丫头既挥舞，莫挨我！他还要进去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人怎么老在旁边烦他？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我现在带你出去，这里很危险。在他刚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整个大地都传来了一阵震动，莫非那东西真的要出事了？33也看过去，旋即迈步直接朝丛林深处走了进去。云惊风正要阻拦，却发现眨眼之间的孩子已经没了踪影。这是缩不成寸，这不是修行者才能够使出来的吗？难道这小丫头也是修行者？他本来在这里等洛平师叔他们，等他们过来商量之后再做定夺。现在看那小丫头独自一人进去，怕是会有危险。那里面恐怕也已经有人进去了，若是见到一个小孩子，只怕会起杀心吧。他神色一敛，脚下一迈，也便跟着走进了密林深处。此时山林的最深处，那偌大的冰潭也在渐渐的破裂，隐藏在冰潭底下的影子也在若隐若现，仿佛要有什么东西即将快要破潭而出。浓郁的灵气正在往这个方向汇聚，像是一个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周围所有的灵气。
一根枯枝被踩断，一双小脚从面上踏了过去。就在此时，他听到附近传来一阵打斗声，而且打斗声里还有一阵听上去有点耳熟的声音。他缓缓地往那边走了过去。原来是天玄门门主弟子云惊风啊！看来天玄门自诩名门正派，一样会做这夺宝之事嘛。不过就是沽名钓誉罢了。就是，天玄门也不过如此，当面一套背面一套，壮清高，我呸！不许入我师门！话落，又是一阵拳脚刀剑相接的打斗声，一道娇小的身影从浓雾里缓缓走了出来。天玄门听起来有点耳熟，目光落在云惊风的剑招上。丹青剑法，书院那两个人也会，莫非是师出同门？不过眼前这个人的资质更好，虽然修为不是很高，可剑法却使得比那两个人好。难道万年前那个缠着自己学剑法的傻子，莫非来到九州大陆开山立派了？云惊风虽然剑法精妙，可对方人多，再加上那几个人阴招不断，所以云惊风很快就落了下风。云惊风剑锋一转，迅速躲开了他们的攻击，反刺了其中一人一剑。可这一剑也暴露了他的弱点，另一个人立刻挥出匕首刺向他的胸口。小儿，拿命来！多杀一个人，跟他们夺宝物的人就少了一个。云惊风神色一变，他想躲开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白三三手动了一下，指尖弹出一道气劲。这时所有人才都看向了白三三的方向。臭丫头，刚刚是你干的！另外两个男人也都警惕地看着白三三的后面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刚刚是这个孩子动的手。管他的，我看这个小女孩才有古怪。率先一步想要飞过来抓住他，剑来！云惊风手中的剑瞬间飞到了白三三手中。怎么会？白三三忽然提膝而起，悬空而立，一道剑气瞬间带着裂空之势劈了过去。他怎么会丹青剑法？竟然没劈开，果然还是自己现在太弱了，否则能一剑劈成两半的。这他妈的是弱，那我们是什么？弱的能随随便便把人劈成两半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云惊风此时更是说不出话来。同样的招式，为什么他使出来就会有这么强横的力量？白三三不耐烦地看向他们，剑身一转，即便没有动手，可一股剑气瞬间已经迸发了出来。又有人重伤。死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边说边往后退，想要逃离这个地方。可此时一道剑气已经朝他们荡了过去。落在最后的那个人倒在了地上，当场毙命。小脸有点郁闷，若是修为再高点，就能全都砍死了。云惊风这下彻底呆住了。一个几岁的小女孩随随便便一出手，就能将一名习随五重天的修行者给砍死。莫非这是哪个家族的孩子？能有这种本事，怕是从小就用丹药喂大的吧？白三三小手一动，手中那把剑瞬间飞回了云惊风手里。你的剑不是很好。云惊风无语，这剑可是师门专门为他锻造的一把上品宝剑。你是怎么会我们门派的丹青剑法？很久以前就会了。难道是师门某个前辈在外面收了徒弟？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？你刚刚是不是喊过我？你不记得我了？明明在外面的时候他们还说过话呢。没印象。想起来只是因为他说的那句话在不久前他也听到过，让他有点烦。他模样应该也不算差，就这么让人记不住吗？又有人往这边过来了。你刚才杀的是齐星宗的人，这个宗门并非正派，恐怕他们回去之后还会再卷土重来报复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既然你是因为我卷入进来的，我必当护着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前方不远处传来一阵暴动。就在此时，天上风卷云聚，电闪雷鸣，整个上空都黑压压的，让人透不过气。那宝物要出事了。不是宝物，而是恶物。正在另外一处山脉找寻白三三的萧杰也看向了岐山的方向。他知道这个地方会有东西出事，但此时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把三三找到。就在这时，萧杰手中的陨星忽然发出一阵光，原本在他手中的陨星突然脱离了他的掌心，渐渐直指岐山的方向。你是说三三在那里？旋即直接朝着岐山方向飞了过去。萧杰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飞身而起，跟着陨星飞向了岐山的方向。好浓郁的灵气，若是能吸收进自己的灵海丹田，那我的金丹空间也能早日炼化出来了。紧接着便是一阵响彻九霄的啸鸣，仿佛顷刻之间便能震碎整个大地。原来是这个东西。妖兽，是妖兽啊！敢叫你爷爷妖兽，爷爷弄死你！周围的人根本不敢靠近，全都纷纷往后退。他在空中翻云腾雾，吞吐着气息。早知道是妖兽，我就不过来了。石阶妖兽，龙，好像是龙啊，竟真的有龙。不，怎么可能是龙？
龙是传说中的神兽啊，怎么可能有这么重的煞气？这一定是魔兽。有人害怕，有的人却升起了贪婪之心。无论是什么，但眼前这个石阶妖兽若是能驯服为己所用，那便是足以横扫大陆的存在。即便不能驯服，若是能诛杀，其内丹也大有用处，更浑身是宝。他们不怕死地冲了上去，刀剑砍在鳞片上，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颤音，丝毫没有伤到他半分。老子要吃了你们！磅礴的声音震得在场修为低的人七窍流血，胸膛破碎，整个人瞬间就倒地毙命了。小蛇正要一口吞掉眼前那几个人的恶龙，忽然停在了远处。这两个字听得他好生耳熟。凶兽！他在这个女娃娃身上闻到了凶兽的气息。这个女娃是凶兽！他警惕了起来，但却并没有停下攻击地上的人。蝼蚁也敢在爷爷面前耀武扬威！哎呀！云惊风过来时所见到的便是这样一副血腥场面。龙，而此时那巨大的头颅已张开血盆大口朝地上的人扑了过去。白三三五指一并，一掌击出，掌心所汇聚的真气瞬间击向了恶龙。恶龙吃痛，龙头立刻向后缩了回去。一声龙吟震彻九霄，连天地都在晃动。是你！只见一道黑雾忽然出现在了三三的肩膀上，渐渐化成一只黑色的小兽。噬魂兽！这个黑煤球怎么会出现在九州大陆？但既然这个煤球还在幼年期，不如趁着现在把它内丹给吞掉。小蛇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年纪太小，所以什么都不知道，连害怕都不会害怕。这庞然巨物，它竟然叫小蛇！巨龙只觉得这口吻和小蛇这两个字很耳熟，但一时想不起来到底是谁。算了，不管是谁，先吃了再说。哇，黑煤球的内丹可是大补啊！巨大的龙头从云雾中冲了出来，直扑向白三三。姑娘，借用！云惊风手中的那把剑立刻飞到了他的手中。在所有人都以为那个小丫头会命丧妖兽口中的时候，却见那一人一龙竟缠斗起来。恶龙不断地吐出龙息，在空中翻滚，却怎么都碰不到他。好快！这真的是个几岁的小女娃吗？这几乎快的只能看到残影的身法，真的是一个孩子所拥有的吗？根本没等他们反应，他们又被一阵力量击飞了出去，重伤的难以动弹了。三三身子一转，一道剑气划出劈向巨龙，剑气在他的鳞片上震出一道金属颤音，鳞片也碎了一小块，剑身也出现裂痕，顷刻之间碎裂成铁块，从空中掉落在地面。一道血丝从鳞片的伤口处飘落，闻到自己血腥味的巨龙瞬间被激怒暴走。小丫头片子，找死！果然还是不听话，眼中已有杀意。他忽然提膝而起，眨眼便消失在了原地。而此时的巨龙已经暴走，只想吃掉这个碍眼的苍蝇。可当他往前扑的时候，却觉得自己怎么都使不上劲儿。这才惊觉自己的两个触角仿佛被人控制住了。给老子下来！他巨大的龙头不断地甩动，可却怎么也没办法把头顶上的人给甩下来。三三眸光微冷，手握紧那把短剑，猛地一下扎进了巨龙的脖颈。在巨龙疯狂翻涌的时候，三三也被震得受了伤，嘴角溢出了一丝血，随着巨龙的晃动滴在了他的头顶。小魂的领域也铺天盖地般把巨龙缠裹了起来。忽然只见那巨龙忽地从天上往下坠落，那道极小的身影也随着那巨龙一起下坠。白三三只觉得突然之间全身一阵冰凉，刺骨的寒冷袭向了他的全身，他却没有办法动弹。巨龙的身影在坠入寒潭的瞬间便开始缩小，出于本能，毫无意识地将龙尾缠绕上了白三三的身体，而那黑色的虚影幻魂和小魂一起也倾数回到了三三的身体当中。那道娇小的身影在水底之下好似会发光，周围的灵气全部都朝着他的身体涌了过去，刺骨的冷逐渐变得温暖，反而让他十分舒服。这种舒服让他渐渐地合上了眼睛，全身都放松了下来。而此时水潭底下也有一块黑色的云铁正在发光，但顷刻之间这块云铁便消失了。原本之前被雷电乌云所笼罩的岐山也恢复了如常。赶来的云惊风追过去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人呢？难道是掉进水潭里了吗？可水面上是一片冰层，可也不像是有东西掉进去的样子啊。其他修行者也都赶到了。哎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有妖兽，是龙，我还看到了一个小女孩跟龙打架。这话说出来根本没有人相信，都以为这个人是被吓疯了。此时水底下的白三三昏昏沉沉的，像是又做了一个梦。
梦里的他拿着一把剑刺向了自己的胸口，剜心的痛让他忽地在水底睁开了眼睛。而青龙从缩小之后就本能地缠在了33身上。在33睁开眼睛的时候，青龙也缓缓苏醒了过来。在醒来之后，他却发现脑海里多了一样东西。青龙瞪大了眼睛，他被契约了。老子才不要当卑微的蝼蚁的奴仆！死丫头，你竟敢契约我要杀了你！可他刚抬起龙头，又很快耷拉了下去，并奄奄地使不出一点力气。他受伤了，全身都软绵绵的，只能依靠缠着白33维持自己不往下坠。好熟悉的味道，小蛇，谁喊过我小蛇？我想起来了，是你，原来是你，白纸。而此时虽然白33睁开了眼睛，可却根本没办法行动。刺骨的冰冷瞬间袭向了他的全身，过多的灵气让他的身体像是要炸裂开，丹田处更是忽冷忽热，如冰火两重天。忽然在所有的注视下，冰层裂开，一道人影突然冲天而起，破冰而出，紧接着他便落地摔在了湖面上。姑娘，是他，就是他，宗主，就是他杀了王爷他们。当真是他？就是他，宗主，就是这个臭丫头杀了我们宗门的人。这个冰潭就是宝物出世的地方，厉害的东西出世都会伴随着宝贝现世。这个女娃刚从这冰潭出来，宝物肯定在她那里。小丫头，说那个怪物呢？这些人好吵，好想打死他们，可是我现在却撑得不能动了，好难受方才若不是他，你们已经死了。如此做派，你们的良知何在？这可是我七星宗的仇人，云公子还是莫要多管闲事的好。哼，想要对他动手，除非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而就在此时，一声龙吟忽然响彻这个地方，只见一条巨大的腾蛇再次破冰而出，卷起地面上的白33便飞离了这个地方。所有人想追上去，可已经追不上了。这分明就是蛇嘛，哪里是龙了？可我之前看到的就是龙啊！竟然让他们跑了，那蛇肯定受伤了。方才抓他应该是最好的时机。云清风看着天上的方向，虽然松了口气，但也有点担心，那妖兽也不知会不会伤害他。师兄，师叔，师弟。而其他原本想要对云清风动手的人，见到天玄门来人，相视一眼，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。白33耳畔刮着呼呼的风声。老子才不是想救你，要不是看在你跟老子定了血契，绑定了生死的份上。他脖子上的伤口处还在不断的往下滴血，缠着白33身体的力量也在开始变得越来越松弛。他在被33伤了之后，又被噬魂受伤了，元神受损，再加上半生灵气全都被吸走了，所以现在才变成了腾蛇的模样。小蛇。33迷迷糊糊的轻轻地喊了一声，青龙再也没有力气缠住33了，整个长长的身子开始往下坠。老子不是蛇！在他下坠的时候，白33指尖艰难地捏了个诀，自己下坠的速度忽然变快，抓住了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下落的青龙。而在33离开岐山不久后，萧杰也到了岐山。可当他赶到岐山的时候，岐山已经不再有异样了，陨星剑也不再有所指引。忽然他耳朵微动，手中陨星瞬间飞出去，刺向躲在树后的一个人。说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听他们说有妖兽出世，有个小女孩打起来了，然后又飞走了。小女孩多大年纪？听说5、6岁的样子，后来被妖兽带走了。33，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把33吵了醒来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他低下头看去，小蛇。青龙没有反应。他此时身体里灵气虽然已吸收了一些，但还是需要一段时间让这个身体慢慢融合吸收。而且他感觉到自己的金丹已经开始有了空间雏形，似乎已经可以开始把空间炼化出来了。加上他进阶太快，印象中比自己以前修炼要快得多，这样的速度并不见得是好事儿。尤其自己如今残魂才重聚没多久，肉体还小，他需要时间固本培元。小魂在他的身体里休眠了。反正也快死了，不如烤来吃了。原本还奄奄一息的腾蛇腾的一下就立了起来，虽然眼神看上去很精神，但身体却还是有点扛不住了，很快就倒了下去。你是不是冷了？要不要再烤火？真诚的眼神，无辜的小脸儿，要不是我以前吃过亏，我差点就要信了。让我上去烤火，
然后再加点辣椒、花椒粉吗？这个女人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就想吃了我，白痴。这个名字好熟悉哦，我的名字。可是你不是死了吗？可如今怎么又活了，而且还变成了一个小豆丁。又活了。虽然我对白芷有深仇大恨，可看着眼前的这个小软团子，老夫顶不住啊，又不能吃了它。这是我现在的血气主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呐。想我堂堂北冥龙王，竟沦为一个小丫头的受宠，这多丢人，多丢人呐！可是想到当年那个纵横千界、横扫八荒的女人，如今竟然变成这么一小只呆呆萌萌的傻乎乎的样子，他就忽然憋不住笑意了。好家伙，他心里平衡多了，但想到自己就是给这么傻乎乎的小团子当受宠，他又崩溃了。大佬啊，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我们的血气解了？跟他契约，三三也很意外，但纯属巧合。我也不喜欢养宠物的。复原丹。粗制滥造。虽然是粗制滥造，不过还好有效果。小蛇。闭嘴！老夫不叫小蛇。燕川向来能屈能伸，比如元神没有受损的时候啊，就是老子；如今元神受损，性命受到白三三威胁的时候，马上就变成了老夫。谢谢你救了我。谢什么谢？我才没有救你，我那是因为跟你绑了血气，不然你以为我想救你吗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刚骂完，发现白三三疑惑地看着自己，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，关键这副软幼的小脸还挺他奶奶的可爱。老夫说的也是事实，救你也是救我，所以谢什么谢？我才不是救你！听完燕川的话，白三三哦了一声，表示自己知道了。这个女人没有想着抽自己龙筋的时候，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讨厌的样子。三三是记得燕川的，因为他是他见过的唯一一只妖化的神兽，并且和小魂一样，都是属于上古遗种。燕川盯着白三三，满心怨气，凶狠的獠牙也露了出来。哪怕他现在看上去再怎么无害，那也是以前差点杀了他，抽了他龙筋，把他修为往回拉上几千年的女人。不要这样看着我，很丑，我会忍不住把你扔进火里的。不要这样看着我，很丑，我会忍不住把你扔进火里的。幽冷的一句话让燕川舌头都往后缩了一下。他现在身受重伤，又打不过眼前这个臭女人，他忍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龙上龙。小蛇。老夫不叫小蛇，我有名字，我叫燕川。小川。行吧，好歹不是蛇了。虽然你以弃我为主，但若你要离开，便离开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我不喜欢养宠物。不是有很多神或者人类都喜欢契约灵兽吗？白三三忽地感到丹田波动，神色也微微变了一下。燕川却开始盘算着什么时候离开了。忽然他想到一件事儿，你身上有噬魂兽，噬魂兽竟然也在他身上。那个家伙不是以事主为乐，食魂为生吗？怎么会听他使唤？燕川现在心里有点动摇了。虽然这个女人变成了小奶娃，但好像还是很厉害的样子。她现在受伤了，要是跑出去被这个大陆的修行者抓到的话，下场肯定会比现在更惨。所以她不如……想着想着，燕川意识便越来越沉，整个脑袋都倒了下去。伤势好像很重。我也很重。我的金丹盒是开了一个口子，而且里面好像还有别的东西。小脸儿有点难受，立刻双手结印，合上了眼睛，将丹田沉了下去。他的眉毛、睫毛上全都结了白霜，很快白霜蔓延到了他全身，将他全身都包裹了起来。干柴燃烧的声音烈烈作响，一热一寒，却像是毫不相干，互不影响。春去秋来，寒暑交替，白三三在洞中这一闭关便是2年。而这2年间，夏朝几乎在整个大陆找他的下落。而在外面寻找三三的人，除了萧杰之外，还有四月。四月自从白三三失踪以后，便离开了上京，独自一人寻找白三三的下落。直到1年前在遇险的时候遇到了洛平他们，才暂时随洛平他们去到了天玄门。哎呀，老子真是玉树临风，潇洒倜傥。好端端的蛇，可惜长了嘴。再说老子是蛇，信不信我捏死你？
你要是敢欺负我，就让主人吃了你。狗仗人势。不知主人什么时候出来？他瞬间又变成了小兽的体态，在地上打滚。主人什么时候醒吗？什么时候醒吗？就这，堂堂噬魂兽就混到在地上打滚的地步，丢兽。又是一日过去，这一日忽然山谷里的鸟雀四散，他要出来了。忽然整个大地都开始摇晃，燕川转身就准备跑路。黑煤球，好自为之。放开老子！不放！他要出来了，你不知道啊？等下山洞炸开，炸死你个大白痴！小魂哎了一声，突然松开口。忽然一阵石头滚落的声音，小魂转身，发现原本堵住了洞口的石头已经滚落到了一边，从洞口中缓缓踏出一双小小的赤脚玉足。睡了好长好长一觉，做了好久好久，做的我身子都僵了。主人，化形了！竟然这么快变化形了，小魂不是还在幼年期吗？主人，你看，我会化形了！老子也会化形了，这有什么好得意的？那些神呐、修行者的，不是出关的时候都得弄个地动山摇吗？他就这么出来了，而且2年过去了，怎么好像没怎么长大呀？不，长大了一丢丢，但也长得太慢了吧？你谁？你的血气你都……小川，是那条大蛇，还是我的血气妖兽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这个名字。燕川正要凶白三三，被他突然叫出名字给堵住了。哦，憋闷。原来你没走。切，我可不是不想走，这女人老顶着一张小奶包的脸，让我凶都凶不起来了。有本事快点长大，跟我决斗干一架，还笑？别以为对着我笑，我们之间的深仇大恨就能一了百了了，就能掩盖你这又凶残又心狠手辣的本质了。白三三掌心翻转，手中忽然出现一把泛着寒光的3尺大刀。你要做什么？咦，我怎么好像在冰潭底下看到过？好像是从冰潭底下带出来的。白三三其实自己一开始也没有发现自己带了个东西出来，是在后面才察觉到，原来是他灵智空间在金丹中产生雏形的时候裂了个口，把这块云铁给吸进了空间里。哎呀，想想当初纵横四海千界的神，如今连武器都变得这么矬。白大佬，你这武器叫什么名字？叫破天。就在三三刚说完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忽然从天而降下一个什么东西，好像是个人。他的灵魂好像很好吃的样子，而且里面还有个好吃的魂体。魂体？他怎么记得印象中好像不久前见到过一个身体中有魂体的人？哎呀，这都不死啊，奇了怪了。叶天迷糊中睁开眼睛，是你认识我？这个人是不是那次主人捡的那个人呢？这么一说，白三三想起来了。燕川看着这个少年，忽然有种很诡异的感觉，像是有种什么牵引，甚至让他觉得当初他在冰潭里所等待的人应该是他才对。虽然从苏醒后他就一直在冰潭里，但其实一直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，就好像他应该在那儿等什么人一样。这种感觉在他出事遇到这个女人之后才消失，但这次见到这个人，让他把这种感觉又想起来了。奇他娘的怪了。因为三三刚好需要一段时间巩固自己的修为，把空间再练一下，所以暂时还不打算离开。看在上次捡过这个少年的份上，他又把这个少年捡回了山洞。叶天再次苏醒的时候，是被一阵火光照醒的。真的是你？燕川一把从三三手中把那只烤鱼夺过来。老夫还没吃呢，给这小子吃什么吃？忽然响起的青年男人的声音让叶天看向了燕川，这才看到在三三面前还有一个相貌非凡的年轻男人，虽语气粗犷，可长相却是与之完全不符，而且这个男人好像和普通的人有点不一样。是化形兽，你要小心，这个男人根本不是人，这个小女娃也不是什么普通之辈。无礼！莫非真的是小神仙？白三三收回手，才慢条斯理地烤起了另外一条鱼。白三三最是不喜别人跟他抢东西，说话就说话，懂啥子搜嘛？这女人现在就是仗着跟自己是血气，所以才敢这么凶，要不然的话他早就杀了她了。哼！我能拜你为师吗？你是在跟我说？小天，你别忘了，你还要回去报仇。你要做什么？你怎么能拜一个小女娃娃为师？不要胡闹！是。小子，你以为你多大能耐啊？还想拜她为师？我不收徒弟。
白三三好奇地看了一眼这个少年，越看越觉得什么地方很熟悉，有一种跟自己上一个世界相同的气息。你是废柴吗？哎呀，笑死老夫了！他们都说我是，但我知道我不会是。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额头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隐隐发光。白三三咦了一声，燕川也发现了，神色也有点诧异。这不是凡人修行灵根中的罕见灵根阳炎灵根吗？这是废柴，这不应该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吗？白三三懂了，这是一个废柴逆袭的故事。那么按照这个故事来看的话，主人公落入山谷便会遇到绝世高人，然后得高人指点，然后开启逆袭之路。莫非他就是这个高人？我不收徒弟。叶天虽然失望，可却也并没有再说什么，眼中的火光也并未熄灭，而是再次燃起了熊熊的斗志。林老能感觉到叶天的坚持，可不管怎么说，拜一个小孩为师终究有点不妥。他并非觉得眼前这个孩子普通，他也知道这个小女孩不简单，而且这个女娃身上还有一种让他十分害怕，丝毫不敢暴露自己的东西。哪怕知道他知道自己的存在，他也依然不敢暴露。他只是觉得，若说要成为一个拥有阳炎灵根的人的师傅，他担心这个小女娃恐怕教不了叶天什么。自己已经算是叶天的半个师傅了，自己生前更是一方强者，而眼前这个小女娃，她连底细都尚看不出来。但既然叶天坚持，他也不会阻拦。那个小子还在外面跪着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还跪着？是啊，这小子毅力倒是不错，都跪了3天了。不过要不是你给他丹药的话，那么重的伤，我估计那小子也早就没命了。大佬，你还有没有剩的丹药？给我来2个呗。没有丹药，他也不会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开挂。燕川没懂这话的意思。难道是一种厉害的功法？叶天跪在当初他掉下来的地方一动不动，神色毅然决然地盯着前方。听到熟悉的铃声，他立刻抬起了头。我说过我不收徒弟，你为何执迷不悟？从那天三三拒绝他以后，叶天就一直跪在这儿。叶天低着头没有说话，而是从背后拿出了一样东西，不好意思地放在了地上。见你没穿鞋，所以这小子还真会卖乖呀。他想做什么？傻小子，他现在可是要跟你抢主人呢。要是他拜你主人为师了，以后你主人就跟他好了，不要你了，你就是个弟弟，你懂吧？闻言，小魂一双绿瞳瞬间变得稀冷。老夫一向尊老爱幼，看在你年纪小的份上，所以才提醒你的啊。以后要是你主人抛弃你了……燕川话还没说完，胳膊就被小魂死死地咬住。靠！死小子，你要吃了我呀你！老夫就是开个玩笑嘛。山洞里传来燕川愤怒的咒骂声。他们是在打架吗？他疑惑了一下，之后又回过头看向了叶天，轻轻挥手便将叶天拖了起来。明日开始，我便指点指点你，但不行拜师礼，你我也并非师徒关系。好的，师傅。莫喊师傅。好的，师傅。若是以我现在的修为，用尽全力，能把这个人扇飞出山谷吗？自从白三三答应指点叶天之后，叶天也变得格外勤奋，每天除了修炼和勤修武艺之外，一日3餐那也是变着法儿的做。本来挺不爽叶天的燕川和小魂，终于拜倒在了美食之下。叶天，你做啥好吃的了啊？来给老夫也尝尝。别乱动，这是给我师傅的。有师傅了不起啊？就是了不起。你有吗？白三三对食物很满意，连带着每日看到叶天修炼的时候，话也会多说1、2句。其实他并未对叶天说太多，因为没教过学生，所以指点也就是随便说说。可就这么随便1、2句，叶天却能马上领悟，瞬间提升好几个台阶。这小子可真厉害啊！若不出意外，日后强者之中必有他的位置。他会很强。他为什么非要拜你为师啊？按理来说不应该呀。他难道知道你的身份？也许是主角光环吧。那是啥玩意儿？跟你说呀，这女人说话怎么老这么慢呢？你也不懂。其实以后啊，你跟人打架的时候不用动手的啊，你光说话呀，就能把人气死了。
还有，别他奶奶的用这种眼神看着他，明明凶残的不得了，还偏偏一副软萌无害的样子，搞他心态。好办法。燕川一口气憋在喉咙差点过去，他现在明白为什么当年这个女人那么多仇家了。你不走吗？当然要走。他可不会当他的受宠，他堂堂北冥龙王丢死人了，更何况他们之间还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我想起来了。啊，想起什么了？当年你想吃我，所以我打了你，抽了你的筋，然后烤了。老子不是想吃你，老子只是想吃你的内丹。弱肉强食本就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，你想吃我，被我吃也是理所应当。老夫要走了，你也要说话算话，不得限制老夫的自由。我从不强留任何人或兽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别说老夫没提醒你，你最好小心点，不要让人知道你还活着。你不要命，老夫这一世还不想死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是万年前在你陨落的地方附近，想要吸收你陨落时的残灵，闭关修炼的时候听到的，是2个人在交谈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，但那2人应该很强。我陨落不是渡劫失败吗？所以你最好是小心点，成长起来之前被他们发现，先给你弄死。说完，燕川就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了空中。主人，他为什么要走啊？大概是因为自由吧。自由？小魂就想跟在主人身边，有主人多好啊，还有空间让他待着，也不用自己走路，蹲在主人肩膀上就好，还可以被主人撸毛。这条死蛇走了，肯定会后悔的。原来是有人要害我吗？可是又是谁想要害我呢？奇怪。想不通就不想了，反正他也想不起来。33的修为已经巩固的差不多，他要回上京，小月还在等他呢。子期当时也让他等着他来着，所以他得回去，不可在外面逗留太久。在33眼中，2年是一个很短的数字，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离开了很长时间。师傅，你要走了？还有人在等我，所以我要先回去了。莫要担心，没有我也没关系的。不，有师傅和没有是不一样的。没有我也没关系的，你未来会很厉害，你有自己的人生，你会走向这个世界的顶端。叶天的眼中燃起了火光，血液也炽热了起来。所以你加油，日后有缘再见。白33想了想男主标配，也可以多找几个媳妇儿。说完，白33又留下了一些自己闲暇时炼制的丹药，便直接离开了。当叶天回过神的时候，33已经离开了画眉谷。师傅，你的这个小师傅真不简单呐。师傅教了我很多，教我炼丹炼气，还教我武技，如今我还不够强大，等来日我若出人头地，必当好好报答师傅的恩情。他不就是给你扔了个炉子让你自己玩吗？说的话不超过10句，其他不是你自己悟出来的吗？我曾受的是9年义务教育，学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，自当尊师重道，知恩图报。你说我可以，但我听不得有人说我师傅半句不是。虽然听不懂，可怎么感觉莫名有点热血呢？你好，请问你知道当铺在什么地方吗？当铺吗？小乖乖，你去当铺做什么？你爹娘呢？白33平了下眉，见这小女娃没说话，夫人尴尬地笑了笑。当铺就在那边，你要去的话要小心，别被骗了啊。谢谢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前面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喊打的声音。快，追上去，抓住那臭流氓！抓住他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做出这种事！前面一年轻男子逃命似的朝33跑了过来，燕川一个急刹车，马上躲在了白33身后。好你个臭流氓，你个大男人，竟不要脸的躲在一个小女娃后面啊！别以为你长得好看，你调戏人家就不用负责了。就是，呸！你做什么了？切，不就是捏了一把那个小娘子的屁股吗？捏一下怎么了？再说，那小娘子分明就是故意靠近我，想勾引我的。我顺水推人，顺水推舟捏一下怎么了？好啊，你这流氓，欺负人家黄花大闺女，还敢这么理直气壮啊？看我不打死你！住手！不要打人家未来夫君！哎呀，别瞎说呀！谁是你夫君？你摸了人家，就是人家未来夫君了。你难道还想不负责吗？就是，看你长得人模人样的，却是个如此卑劣下流之人。人家姑娘都不计前嫌要你负责了，你竟然还不识好歹？不识好歹。哎呀，大佬啊，不是我不识好歹，他来蹭我，屁股又大，我就没忍住手痒，捏了一下。
然后他就非要让我娶她，关键他长得……臭流氓！你现在还敢说如此粗鄙之言，还教坏小孩子，太可恶了！不错，竟然在小女孩面前说如此粗鄙的话，可恶！住手！这可是我未来夫君，脸要是打丑了，谁负责？夫君，三三没憋住，差点一阵咳嗽，燕川更是突然消失。神呢？哎呀，可怕，太可怕了！老夫以后再也不去摸主动送上来的小娘子了，这简直就是饕餮呀！白三三也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，一群凡人也配老夫动手？老夫若是动手啊，他们岂不是老夫一捏就死了？你这么看着老夫做什么？老夫可不是因为你才在这里的，老夫遇到你只是凑巧。三三收回目光，看向前方，四处寻找当铺。依老夫看，那个女人就是看上了老夫的美貌，所以才这般缠着老夫。燕川一边跟在三三身边走，一边骂骂咧咧，一时间什么脏话都从燕川嘴里冒出来了。这位公子长得可真好看，可惜好像看起来脑子不好。是啊，真担心他身边那个小妹妹会不会被传染呢？唉，真是可惜了那副皮相了。喂，大佬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当铺。三三走到一家当铺面前停下，他在这家当铺外面闻到了一阵属于灵兽魔兽之类的气息，说明这个地方应该会有相关的买卖。燕川也动了动鼻子，也闻到了。这位大佬不食人间烟火的进当铺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宰。师兄，前面便有一家当铺，你看当铺上的标志，刚好是我们要找的地方。走吧。是。小姑娘，这位是你爹？老子哪里像他爹了啊？我这么年轻，连媳妇儿都没有，哪有这么大的孩子？不是就不是吧。这位兄弟有什么好激动的？哼，我跟他可不熟。掌柜的心中一喜，不熟就好办了。你莫要在这里碍手碍脚，离我远一点。就跟谁稀罕似的。要不是怕他被宰，他才不会在这儿呢。白三三继续看着自己放在桌上的东西，值多少钱给我就好。你一个小女娃娃，哪里来的这些东西啊？这与你无关，值多少钱给我便可。这个男人也说跟他不熟，两人好像关系也不是好啊。这个东西嘛，倒是挺值钱的，值10个糖葫芦的价钱。你看你卖不卖啊？看外面就有卖糖葫芦的，若是卖了，你马上就能出去买糖葫芦了。闻言，燕川皱了皱眉。燕川对金钱也没什么概念，而且他也没买过冰糖葫芦那样的玩意儿，所以自然不知道到底是多少钱。能买一件衣裳吗？连小女孩都要宰骗，如此黑心的店铺，我看日后谁还敢上门来？是你？愚蠢的蝼蚁，你竟然敢宰他！可不敢，可不敢。你不记得我了？2年前我们曾在岐山见过的。这个小丫头是谁啊？真跟袁师兄认识？当时你还借了我的剑呢。哦，是你。莫非这人是来找他追问要剑的？去你的，狗娘养的东西，当着你爷爷的面也敢宰人，信不信爷一口吃了你？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见这位姑娘年纪尚幼，才起了蒙骗之心。小老儿也是一时利欲熏心，蒙蔽了双眼，还请各位手下留情啊。你方才骗我。方才是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姑娘原谅。燕川已经想动手杀了这个骗子，当他面骗人，看不起谁呢？这是白大佬是他能宰的吗？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。奸商，身为当铺的掌柜，来来往往如此多修行者，竟然坑蒙了一个小姑娘，如此下作的行为，你也配当掌柜？阁下说的是小老儿一时鬼迷心窍，小老儿这就按照市场价给这位小小姐。无妨，给我一身能买衣服和鞋子的钱便可。看看，就这被人骗了都不发脾气，果真是当神太久了，不知人心险恶。快点拿钱！是，我这就给小姐兑银票。云金风好奇看了一眼这个看似英俊实则说话粗鲁的年轻男人，也不知这个人和这位姑娘是什么关系。跟在云金风身边的楚甜甜也不禁打量了一下燕川，蹙了下眉。怎的这位公子模样英俊，说话做事却如此粗鲁粗暴，当真是可惜了这一副好皮相了。小姐，您收好，这是您的银票。燕川瞄了一眼，发现掌柜衣袖里还揣着点银票，手一伸，一把将他袖子里的银票全给兜出来了。阁下，那可不是。看到眼前这个男人的眼神，掌柜立马闭嘴。拿好。云金风见状，上前又找掌柜的买了点材料。掌柜这下哪还敢收钱，连材料都是赠送的，但云金风还是给他留下了该付的钱。若是下次再让我撞见，绝不轻饶。是，小老儿记住了。
白三三揣着银两离开当铺，便去了一家裁缝店。师妹，你去看看，白姑娘年纪小，你去帮她看着点。楚甜甜心中有点不满，但还是点点头。是，师兄。燕川疑惑地看了云清风一眼。当楚甜甜进去的时候，正好见着换了一身衣裳和鞋子的三三走出来。难怪师兄这么关心这个小丫头呢，肯定是因为觉得她长得好看。快点儿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还有，别又被骗了。哎，小姐等等，您这双草鞋还要不要了？不要我就给您扔了啊！当然扔了，不扔留着做什么？等等，给我吧。把这双小草鞋收起来后，三三才转身走了出去。你身上有储物灵气？白三三嗯了一声。楚甜甜酸了，怎么这么小一丫头身上就有这种宝贝啊？她这么小的时候可什么都没有，储物袋都是自己去央求着师傅才给自己一个的，怎么她就有了？师兄，你这是哪里认识的小姑娘啊？长得真好看，不过我看着这小姑娘好像有点眼熟啊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。云惊风闻言，眼中隐下一丝什么，自然看到过，但凡是大一点的城池，随处都可见到她的画像，有人在找她。只不过如今的她跟2年前长相已经有些变化了，从画像上来认，也只能认出几分相似。喂，那草鞋有什么好的？你为什么不扔了？又不是没鞋子穿，你留在身上做什么？他人所赠，不可弃也。姑娘，你方才买衣裳，银票花了多少？还剩1张。什么？只剩1张了？啊，这女人又被宰了。姑娘，你买了一身的衣服，就只剩下1张了？师妹，不是让你看着吗？师兄，我买了很多，只是被他放进空间了。是吗？难道他身上有储物灵气？我记得你的剑被我用坏了，待我有空，日后再还你一把。原来当初是这个家伙把剑借给这个女人的，戳穿我脖子的也是那把断剑。云惊风忽然从那个男人身上感觉到了一股冲着自己而来的杀意，他不禁皱了下眉，自己难道什么地方招惹到这个人了吗？原来师兄的佩剑是你弄坏的，你知道师兄那把剑当初来的有多辛苦吗？甜甜，本来就是嘛，那把剑不好，来日我还你一把更好的。说的好听，谁信呢？你这么小，你还能练一把灵气出来不成？师妹，哎，这女人脾气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打呀，打起来呀！没关系，那把剑没了便没了，姑娘不必挂在心上。对了，先前还不知道姑娘姓名，在下天玄门弟子云惊风，不知姑娘芳名？白三三。孙林和楚甜甜都平了下眉，这名字好耳熟啊，总觉得在哪里听过。果然是你，白姑娘，你可认得我师叔洛平和我师弟谢南？洛平、谢南。他们也是我天玄门中人，他们与你应当是在上京中见过的，他们曾在上京白鹿书院住过一段时间的。认识。他们与我说起过你，那一日他们也来岐山了，只是你先一步离开，便没有碰上面，我就猜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位高人前辈应当是你，没想到还真是啊，也幸好你没事。白三三记得那2个人，当初在书院的时候经常烦他，还想打小月的主意。那4月姑娘便也是与白姑娘相识了。三三抬眸盯着云惊风，4月姑娘如今便在我天玄门，白姑娘可随我同往，正好师叔也多次提及白姑娘，对白姑娘赞誉有加，师尊也想要见白姑娘多时了，若是白姑娘随我一同回到天玄门，也算是一番游历，也能够见到4月姑娘，不知白姑娘意下如何？4月姑娘就是1年前新来的那位师妹吗？云惊风点头，楚甜甜也皱起了眉。4月这个丫头还跟那个狐狸精认识？好，我随你去一趟。我看你啊，可别又被人给骗了。4月姑娘在我天玄门不假，如有说谎，便遭天打雷劈，终身不得正道。师兄，你为她发什么事啊？真的，4月姑娘的确在天玄门呢，1年前才来的。听说她每日都在练功，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，然后去找她主子。也不知道4月姑娘主子是谁，这么漂亮厉害的大美人，竟然还有主子吗？一起吗？谁要和你一起？他转身就要走。一起吗？这可是你让老夫跟着你的。不是。就是。于是燕川也加入了前往天玄门的旅途。不知阁下的姓名？燕川。这位是在下的师妹楚甜甜，师弟孙灵。他没吃了这个家伙就算好的了。这女人当神不食人间烟火太久，根本不懂人心险恶，他若不跟过去，到时候被卖了都不知道。你没有姓吗？我姓燕，你没听到吗？没听过。不如你随我姓吧，白燕川。老夫有名有姓，凭什么跟你姓啊？白燕川顺口多了。我才不要。
同行的云惊风三师兄妹都被他们二人的对话给惊到了。姓名这东西也能随随便便改吗？而且这两人还谈得如此随意，忽然感觉好像他们和这两个人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。出城门之后，云惊风便找了几匹马。能飞吗？孙玲和甜甜修为不足，无法长时间用玉器飞行，且我们一行人不少，若是用轻功的话，恐怕会很显眼。这位白姑娘还能飞？估计会点武功吧，也不知道神器什么，还真能飞似的。倒也是。云惊风以为三三不会骑马，如果白姑娘不嫌弃的话，可与我同乘一匹马。反正白姑娘年纪小，暂无男女之别。是啊，白姑娘，要不和师兄共乘一骑吧，这样也安全一些。白三三回头看着云惊风伸出来的手，眼睛一眨也不眨。忽然2个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：子气。云惊风拢眉，子气。白三三眸光微动了一下，燕川已经骑上马了，此时正一脸兴奋地驯服着胯下的大马。坐骑。你在喊我？下来。这臭女人想把我当坐骑，做梦！我才不下来。白三三轻拢了一下眉头。小蛇。云惊风他们看着前方先一步离开的二人，面上都是各有点异样。这师兄，那位兄台就这么背着白姑娘先飞了，追上去。燕川背着身后的白三三飞到前面便停下来，等后面的人。老子跟你说，以后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知道没？燕川听到他迷迷糊糊的声音，也懒得跟他说话了。他到底造了什么孽呀？这一世竟然又能碰到这个煞星！可恶！不行，我们之间可是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不能再受这个女人蛊惑。我去找点吃的，你们看着他点。好快呀，而且还看不出这个男人的修为。更奇怪的是，这男人身上有种跟其他修行者不一样的味道，这味道若隐若现，像是腥味。师兄啊，咱们为什么非要绕这么……云惊风看了他一眼，用眼神止住了他的话，旋即转身带着孙林走向另外一边，走远了点儿。这山里蚊子、蛇虫鼠蚁那么多，随随便便就能睡，也不怕爬虫子。三三翻了个身，感觉睡得不是太舒服，身子忽然一动，便飞身落在了背后一棵大树的粗壮树干上，继续睡。刚刚他飞上去了，都没睁开眼呢，真的是他飞上去的吗？师兄，咱们若是从官道走，进城不是更近一些吗？为什么要绕路啊？你先前不是觉得这女孩眼熟吗？那是因为许多的城池中都贴了这位姑娘的画像。原来如此啊，但我也没细看，是有什么人在找她吗？难道是她家人？云惊风脑海中浮现出那张画像上所写的内容，眼底微暗。这位姑娘不是普通人，当初遇到她的时候便已经与人结仇了，恐怕是她的仇人在找她。而这位姑娘又与我天玄门有渊源，所以不可让她陷入危险之中，走外面会更加妥当一些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样也好。走官道的话，白姑娘若是被仇家发现了，也免不了一些麻烦。燕川回到他们休憩的地方的时候，发现云惊风三人都在看着他。看我做什么？你不是去找吃的了吗？找了呀。那吃的呢？吃了呀。云惊风三师兄妹都怔了片刻，忽然无言以对。你带了烧饼。燕川从兜里掏出一张烧饼扔到了三三手里。你这鼻子狗变的吧？谢谢。谢什么谢，还不是懒得又被他使唤。其中一小块眨眼就在他手中消失了，进了空间中小魂的肚子里。给你。我刚吃饱了，不要。好。缓缓走到火堆边，盘腿坐下，自己吃了起来。师兄，他们……无碍，师弟，你我二人出去找点吃的回来吧。是，师兄。师兄，我也去，等等我。燕川根本没在意云惊风他们，就算有吃的，也更是没想过给他们带吃的。兽类的世界里是没有自私这2个字一说的。这个男人对你撒了谎，你不知道吗？知道。知道你还要跟他走啊？小月真的在天玄门，他没有撒谎，而且什么？那个时候他站出来了。什么站出来了？难道是……对了，当时离开岐山之前，这女人正要被那些人围攻来着，是有个男人站了出来护着她，就是云惊风那小子吧？他冷嗤了一声，往后一倒。这点破事倒是记得清楚，还欠他一把剑。别给我提这事儿，老子脖子现在还疼呢。再提这个，信不信老夫吃了那臭小子？这女人他杀不得，那个小子他还杀不得吗？云惊风他们出去找吃的，很快就回来了。白姑娘，你们还要吃吗？多嘴。姑娘，你要不要再吃一点？我们可不像某些人，就只带自己吃的，自私又小气。师妹，怎么还不让说了？就是自私鬼。楚甜甜忽然接到云惊风的眼神，才不满地闭了嘴。不用了，吃饱了。师兄啊，这小丫头还会打坐呢。云惊风淡淡一笑，若是师弟见到白姑娘跟恶龙战斗的那一幕的话，也不知这话还说不说得出来。恶龙？对了，那恶龙去哪儿了？当初是他把白姑娘带走的，如今白姑娘好好的，
莫非那恶龙已经被白姑娘斩杀了？建阳城，在白三三他们一行人离开建阳城后不久，萧杰也带着人到了这个地方。殿下，已经贴出去了，此地离夏朝这么远，白三小姐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吧？九州大陆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是她会出现的地方。咦，这个女娃娃好眼熟，我是不是见过？这不跟他前2天见到的问当铺的孩子长得有几分相似吗？请问这个找谁呀？看到那个客栈没？啊，你要是见过这个女孩呢，就过去说你知道线索就可以了。哦，好的。公子，这里有位妇人说见过跟画像上像的人。你说你见过跟画像上长得相似的女孩？回大人，老夫见过一个，是前2天的时候，有个孩子问我当铺在哪儿，那女孩就跟您画像上的有几分相似，但年纪好像要小一点点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。年纪要小一点？是啊，看着小点儿。那小女孩穿着双小草鞋，衣服也有点破破烂烂的啊。不过她脚踝上有串白色的铃铛，还挺好看的，腰上似乎也有差不多材质的坠子。那坠子可是小兔子？没看清，不过很好看，瞧那材质也不像是普通的物件。继续说。后来那丫头问了当铺之后就走了，后来我也没见过她了。安中立刻转身对下属吩咐，拿着画像马上去搜查整个建阳城的当铺。是。赏。萧杰面具下的俊容也漾起了笑，只要知道三三没事儿，已经比任何消息都要好。白姑娘，穿过这天启边境，再有1日功夫就能到天玄门山脚下了。天启，他眼底闪过一丝冷意。你跟天启国有仇吗？小月有。又是小月，这小月是谁呀？这时不远处却传来一阵踢打声。臭东西，打死你！你就是个奴隶，好好认清自己的身份呢。云清风见白三三目不转睛地看着那边。白姑娘，这是天启奴隶，是他们自己的事，我们不宜插手。5年前的时候，天启征战交国，交国整个领土也从九州大陆消失，而从上至下，无论百姓还是贵族，交国举国都成了天启的奴隶，在天启国中肆意买卖，交国中眼睛变成水蓝色，那个奴隶应该是鲛人。白三三淡淡地看着那边，直接踏步往那边缓缓走了过去。那男人的鞭子又要再次落下。哎呀！交国亡了几年了？5年。才短短5年，便失了原本的傲气，有了奴性了吗？奴性？以前交族很强，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水族，都无人敢招惹。你们本不该如此。南交人浑身都颤了一下，眼中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燃起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言尽于此，至于他怎么选择，那便是他自己的事儿了。大佬啊，怎么交族变成这样啊？交族也算是半个水族，混成这样，简直丢他水族的脸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传说交族的人若是为奴，忠诚度极高，且只认一个主人，加上交族的人容貌过人，能歌善舞，所以自很早开始便有人暗自抓交族人，在黑市中买卖了。只是想让交族认主并不容易，即便如今已经举国成了天启的奴隶，也难以让他们真正的被驯服。那人恐怕是花了大钱买了一只鲛人回来当奴隶，但鲛人却不听话，便下了这样的死手。美丽脆弱的事物总会有自保的能力，越是漂亮的花，越是会长在高山之巅，若是去采摘，便会失了命。越是漂亮的动物，便越是危险，锋利的爪子，致命的毒液。交族也有，只是他们忘了。他脚步停顿了一下，看向了另外一边，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，被当成畜生一样送进去城的鲛人。若不想受欺凌，除了自己变得强大，别无他法。他的话让云惊风师兄妹3人心神都为之一震。真是可怜，你这个丫头，说话说起来倒是头头是道的，可怎么连点同情心都没有？师妹，本来就是嘛，真冷血。白三三只是看了他一眼，并未说什么，懒得说。燕川嘿嘿笑着朝楚甜甜走了过去，楚甜甜立刻往后退了几步。你要做什么？楚姑娘，那你的血是热的吗？那你身体也一定是热的吧？正好我身体是冷的，你给我捂捂呗。你走开，流氓！楚甜甜什么时候被人这么调戏过？被吓得连忙躲在了云清风身后。阁下若是再如此轻浮，可就别怪在下无礼了。燕川根本不在意，只是冷哼了一声。小川，哎呀，知道了。这个男人似乎很听白姑娘的话，虽然看上去他们经常不和，也经常斗嘴吵架，可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把这个男人也带去天玄门，安全吗？正好燕川也看向了他，
眼川瞳孔在一瞬间变成了猩红色的兽瞳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原样，目光冷冷地从他身上移开了。云惊风在那瞬间怔了片刻，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。前辈，你是我，你忘了2年前我们见过的。2年前我听惊风说我们赶到岐山之前发生的事，我就猜到那个女孩就是你，没想到真的是你啊。蓝恒平了下眉，洛平怎的这般激动，而且从这个小女孩身上他竟没有感觉到修为。收到惊风的传信，得知他与你相遇，并要前来天玄门，我便早已在此恭候，而这位便是我们门派的掌门师尊。他上次回门派便突破了，全靠当初这位前辈身边打坐修炼，吸收灵气，才能够得到如此快的突破，让他悟到了那么多年都未曾突破的臂掌。白三三当然不知道洛平这么激动的原因，只是有点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之后，便看向了坐在主位上的男人。那个男人看起来比洛平年轻，但是年纪比洛平大上至少100岁有余。蓝恒也在看他，两人视线碰撞，但白三三只是看了他一眼便挪开了。这种无视让蓝恒拢起了眉，这小姑娘当真是无礼，还是年幼不懂礼数？不知这位是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，老夫就……小月呢？主子，主子，主子，你终于来了！可我还没下山去找您呢，您怎的就自己来了？小月的意思是，我应该在山下等着小月去找我吗？啊，原来4月师妹要找的主子是白姑娘啊。若是难过，那我便下山去，你再来找我便是，我在山下等你。主子若是要下山，便带上我一起，主子去哪儿，我便去哪儿。好，小月长大了，主子也长大了。不哭。4月立刻就不哭了。洛平表示，这还是他平常那个话都稀得跟他说几句，师傅都不喊的好徒儿吗？主子，我带你出去走走，也好跟您说这2年发生的事。好。说完，两人就无视了在场的所有人，走了出去。这不是一只小娇女吗？那女人就是为了她特意来这个鬼地方的？他往前迈了一步，也跟了上去。